什么？以太坊已经被 SEC 的主席认证为证券，然后 PCE 呢狂飙，对美联储接下来的加息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太坊的盘面吧。嗨，大家好，我是小韭菜那个，这是一个关于韭菜成长励志翻身的频道，对和励志又翻身哦。我在常常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行情走势或是即时的币圈消息。如果不想错过任何即时的风险提示，记得按赞、订阅、小铃铛，把这个9按下就对啦。以下呢所有分享都是个人经验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哦。前天我的节目有说到跟大家买 OP 哦，那时候大概是2.7吧，可是昨天最高涨到了3.2，可是我大概在3.1的时候，其实就跟我的会员群说要出掉了，因为我不知道晚上的状况会怎么样。结果晚上的状况真的蛮惨的，可是 OP 的话，目前还是偏向强势啊，因为它整体大盘在跌，所以没有办法。复盘一下昨天晚上哦，昨天晚上的美元指数，我说大概几天就会到108了，昨天呢其实已经达到105了，所以下礼拜开盘呢，可能1周内可能就会达到我那个目标了。然后再来呢，美股我说它的 EMA 50跟 EMA 200交叉了嘛，然后昨天以为它大幅的下杀之后呢，那个交叉会反过来，结果后来去看了，收盘的时候标普500呢又被插针收回去了，而且 EMA 50还是在 EMA 200之上，也就是暂时美股的多头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可能需要一些整理。然后下礼拜一呢继续关注一下盘面。然后先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消息哦，就是 SEC 的主席呢，他在最近受纽约杂志采访时啊，他暗示他认为以太坊一定可以归类为证券哦。他表示，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呢，通常是由一群企业家所创建，也就是俗称的机构嘛，或是一群人，然后或是后面有金主，他们用各种不透明的机制来推广他们的代币，吸引投资者。他认为这些代币是核心的证券，因为投资者希望买这些代币，然后透过这些机构的努力而获利哦。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美国其实现在很努力哦，把各种的加密货币都给它列为证券，除了比特币以外。为什么呢？一定就是因为这些证券我就可以管嘛，我管就有钱收，然后也可以很大的一块饼，他们一定也想分一杯羹。然后主席啊，他以前啊对以太坊是不愿意发表评论的，可他这一次却说出了这件事，可能也是情势所逼啊。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他有权衡过稳定币的监管状况啊，他认为美元等传统货币挂钩的稳定币呢，也要叫做证券。相比之下，加密货币支持的稳定币规则太不明确，可以归类为商品。他一定会想后面的稳定币在讲什么东西哦。他的意思呢，主要就是一般的 USDC、USDT 嘛，它都有很多的美债储备，所以他把那个当作是证券。然后另外一种像算法稳定币啊，或是 DAI 啊之类的稳定币呢，他都把它当成加密货币的商品，所以这是2个不同的东西。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啊，其实以太坊是证券化这件事呢，已经是应该是不远了，应该美国一定会用各种吃奶力气把它完全的归入自己的旗下去控管哦。但这样之后对以太坊到底是好是坏呢？其实也不一定。可是呢，以盘面来说，我说以太坊偏弱，我最后再在盘面的时候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样说哦。然后再来呢，讲一下 PCE， 我们可以看到核心 PCE 的指数哦，预期是4.3，公布却是4.7。1月呢，个人支出率啊，预期是1.3，公布却是1.8。美国1月核心的 PCE 啊，物价月率哦，预期是0.4，但最后出来是0.6%。它不管是年率、月率，全部都是提升的状态，所以不仅让市场觉得是否通膨会不会再起。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Fed Watch 哦，目前呢3月的加息会议的基点啊，本来是25个基点，现在已经有27% 的人觉得可能会加到50个基点哦。然后我认为啊，50个基点的几率还是偏小啊。为什么呢？如果他们那么有种，上一次就加50啊，为什么要现在再加呢？所以他们应该还是会保持25个基点，所以没有太大的意外。他们就只是想慢慢的加，让通膨自然的下降。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强劲的加息能够让通膨快速的下降，他们需要的是时间跟加息累积的力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基本上还是25个基点，所以不用太担心。说明加息会议25个基点反而是市场反转的日子。好，这个只是猜测啊，到时候看盘面边看边走。然后他那边上面有写到1月个人支出的月增率大概是1.8% 哦，这是从2021年3月以来啊最高的单月支出增幅哦，也代表大家的消费力道是非常的强劲的。再来啊 ，PCE 公布之后呢，克利夫兰的执行长啊梅斯特啊，他表示啊，利率可能要继续走高啊，才能让通膨回到可接受的水平啊。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啊，基准利率必须提升到5%以上啊，并维持一段时间。然后至于有多高呢，还有待分析啊，这取决于经济随着时间会如何去转变。然后呢，他最后又说到，他不先做预判哦，他们会在会议上做出决定。
再来啊，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啊，如果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话，Fed 永远没办法实现这个通胀目标啊。然后根据亚特兰大 Fed 的数据啊，他说2022年第四季的 GDP 为2.7%，2023年第一季的 GDP 成长率约为2.5% 哦。然后梅斯特还说到，他认为如果真的经济收缩了，也不会是严重的衰退哦。然后他还表示希望 Fed 能够在不破坏劳动力市场的下实现目标。他认为啊，健康的劳动力市场跟稳定的物价是两者可以兼得的。听起来没什么答案啦。我认为啊，Fed 目前有几个选择啦。第一个呢，就是一次加50个基点下市场，然后快速的让终端利率维持一个水位，让通膨下降。可是我觉得不会，如果要这样做，早就做了。然后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一次加25个基点，慢慢加，我加到经济不行了，或是通膨降下来了，就两个选择嘛。结束之后说啊够了，那我之后不加了，之后开始降息，因为通膨被压制住了，要不然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了。再来第三个选项哦，否认以前2%通膨的这件事情，因为上一次有说到，最近有研究报告出来，就是如果2025年要降息的话，它的通膨率大概只会到2.8%，是一个适当的位置。然后在2%这个东西呢，一直都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而是一直以来大家传来的一个传统经验的数字。所以美联储如果在这次开会决定，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所以我改变2%通膨这个选项，我把它定义为3%是正常的通膨，那是不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哦？所以下次的美联储的加息会议呢，非常有趣，而且大家就持续等待吧，到时候就能见真章了。现在没有人猜得到他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哦。然后至于市场会怎么走呢？如果是3%那个选项，那市场已经大利好嘛，因为通膨不用到这么低就可以结束了，而且更靠近目标了，那加息是不是就会放缓一点？可能是一个利好的状态。而且大家不要忘记，还有2个国家一直在放水哦，就是中国跟日本哦，所以我觉得要轻易下跌是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目前以太坊跟比特币盘面的状态咯。来讲一下以太坊哦，这是它日线图嘛，之前有在周线上面画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下降趋势线，然后以太坊是一直没有突破的，可是比特币其实连这个大一点的下降趋势线都突破了，所以相较起来，比特币是比较强势一点点的。然后看一下以太坊目前的支撑哦，这样看不太清楚，我们来看4个小时哦，4个小时就看到这边其实那时候有一个 W 的底嘛，然后它开始爆拉，所以这个点呢跟前面很多插针位置触及的位置非常的多哦，所以这个地方的支撑其实相对强烈的，所以我觉得下一个支撑点位可能就是1547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这个位置哦。再来啊，我觉得它比大饼弱的原因就是这边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从这个1月多的时候开始反弹啊，以太坊的占比是一直下降哦，它的汇率对是一直低的哦，所以代表以太坊在这波涨幅上啊，相对大饼我觉得弱势很多啦。我觉得跟美国的强监管也有一定的关系啦，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我觉得这段时间以太坊相对弱势一点点，基本上都在涨大饼。谈一下 BTC 哦，昨天我说要看这个强势的位置站不站得稳嘛，就是23大概350左右位置哦，昨天是直接这边支撑一下，直接跌破了哦，所以我最有在会员群跟大家说，我们就先不要进场，再观察一下下。然后现在周末嘛，周末其实基本上不太会有什么大的动作，所以它目前就是在这边横盘。然后它的支撑位有个位置也是很重要，就跟刚刚以太坊一样，有个 W 底的地方。然后它这边是 W 底在上面一点点，跟2个针尖的位置哦，这个位置大概是22335哦，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下一个强劲的支撑啦。所以它如果这边继续往下跌的机会其实蛮大的，因为目前量蛮低的，所以它在4个小时走出一个新的状态之前啊，它这边可能做一个 W 啊，或是头肩底啊，或是做一个收敛嘛，收敛三角形，然后突破了，那我们再来决定要不要进一场一些现货或是多单。然后目前呢，就是因为宏观真的不太好嘛，大家知道美股就是虽然它撑住了，可是难保礼拜一又会跌破，所以礼拜一的时候呢，美元指数可能又要继续往上冲了，因为它已经到了105那个大关了，所以礼拜一呢，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天，也有可能是跌势啦，可是我这边也不太建议做空啦，因为其实从下面涨上来，它是一路这样子往上飙的，所以它现在还是一个很多头的状态，所以大家可能减少做空的状态啦，因为有点偏危险，因为你不知道它哪时候会突然就给你一个往上的反抽。今天大家就到这边啦，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我们下期见，拜拜。